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历史哥，我学生时代追的网红小玉，因为 AI 换脸被判5年徒刑。小玉5年徒刑，让我想到我们之前炎亚纶的事情，你不觉得对照上有点奇怪吗？对啊，难道艺人有特权吗？关于这个，大家都很疑惑啊。炎亚纶真的发生判刑没事，那是小玉竟然要蹲5年的期刑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今天的法律就要来请教一下专家啦。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哎呀，委员，这个我们小编的这个大哉问，应该是所有观众朋友都想知道的。观众朋友如果有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都知道哈，上次的问题呢，我们曾经有跟大家分析过，缓刑呢是受到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宣告哈，拘役或者罚金，也就是说宣告的时候你判刑是在2年以下，暂时不执行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他就可以判缓刑。上次我们在拍这个炎亚纶评论的案件的时候，那时候他判决书还没出来，但他现在判决书出来，我们找时间再来弄，我们就会来跟大家解析为什么法院这样。但是呢，我们从法条上面，刑法74条哈，从法条上面可以看出来，他在法院判的刑一定是2年以下。如果他判的刑不是2年以下的话，他不会符合这个缓刑的规定。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小玉，他的行为呢已经牵涉到个人资料保护法。简单来讲呢，这一次为什么他不会符合缓刑的规定呢？就是因为他判出来的刑呢是判到最重。我们来讲一下小玉案件的概况哈。小玉呢，当时是跟他的庄姓助理涉嫌利用换脸软体呢，把高雄市议员黄捷啊，还有前立委高嘉瑜、网红奎丁的119名政界名人的脸啊，用身位成 AV 女优之后呢，制成性爱片来贩售牟利哦，所以整个被判刑5年。这一次会被关注到，但入监之前，他跟他的弟弟也是另外一个百万网红叫尊一起来拍片哦。那当时这个拍的片呢，最近把它放上来，就引起网络的一通热议啊，因为大家想要知道是说，哇，他是因为量很多，所以被判很重，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先讲判刑的部分。刚前面我们不是讲说判2年以下期徒刑，他才符合这个缓刑的规定。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玉的案件呢，他在主文的地方呢，你看他被判他应执行有期徒刑5年，所以他可不可以判缓刑？没办法，他没办法判缓刑。那你再看到下一个地方，他有他的助手啦，他判了一个4年6个月。后来检察官上诉了，上诉的部分，因为他只有上诉刑期的部分，对。他其他的事实的部分，那些他们都认罪了，刑期部分。结果到2审法院的时候呢，那个法院就说，这个助理的他们各自有行为的分担啊，比如说他打光啊什么东西，他有行为分担。单纯只有小玉的话，他没有办法完成。对，所以呢，他说你为什么判了一个不同的一个5年的？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刑责呢就加上去。所以这难得的是，这个2审的时候反而变重，他认为他是共犯，因为他只有上诉的部分，只有上诉刑期啦。那刑期的部分呢，他就认为说，检察官上诉的时候就是说，他这个量刑的地方呢，不合理啊，所以呢，这个高等法院呢就认定。最好笑的是说，后来呢，小玉上诉到最高法院。那大家知道，上诉到最高法院呢，它有一个前提。因为事实审的部分，什么叫事实审？就是说，对于事实的部分的认定呢，是到高等法院就结束了。最高法院是审什么？它不是审你事实啊。最高法院是审你法律有没有错误，就所谓适法性，就在哪一条法律适用。对，比如说法院做了判决，他没有讲他的理由，那他就叫做判决不备理由的违法。那如果说他判决了之后呢，里面的理由是相互矛盾的话，他就说判决理由矛盾，像这些是违法的事项，他才可以上诉到3审法院。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有案件要上诉的时候，要搞清楚，像这个小玉的案件，它是一步上诉了啊。所谓的一步上诉呢，它就是不是所有的案件全部都上诉，它只有针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一部分的来处理这样子。那是因为检察官上诉部分只有上诉这个刑责，但我看这个小玉呢，他可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他也知道就是说他得罪的这个人，因为刚才你有把得罪都是达官显贵。其实刚才那个蔡英文也涉到这个事情里面，才导致火速修法，速度非常快。他做的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他是2020年的7月，2020年的7月的时候呢，这个小玉才注册，然后建立这个台湾网红蛙面呐。
他的 Twitter 的账户跟他的粉丝团。他另外呢在 Telegram 才建立，然后在 YouTube 上面他建立盗脸骇客宣传的这个频道。然后法院是认为呢他的获利很高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从109年开始之后呢，他上传的影片他有分，就是说你是一般的会员，一般会员好像是什么800块钱还是可以注册。那如果你是这个 VIP 的会员的话，它的价格更高，然后你又享有这个不同的这些特权嘛，所以那个时候才说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现说原来不是只有韩国的N号房事件，在台湾也有。好，那我们要讲到法律面来讲的话，对，你看像小玉这个事件呢，他后来被判的依据是什么？个人资料保护法41条，就是我们讲的个资法41条，他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要把他判到满呢。是啊，这很罕见呢，是很罕见啊。5年以下有期徒刑呢，他就是被科处，他就是5年。他在原来他就被科处5年了。只是他的那个助理本来还是4年多，对不对？后来就补足到这个叫做施以重拳打击。对，重拳打击得罪的对象怎么可以得罪总统呢？特权阶级呢？这一定要让你不出重拳无法惩治啊！法官你想说这个要不给他重拳的话，换我被重拳。小玉的案子是他的整个犯罪的事实呢，第一个犯罪事实很明确，第二个他自己也承认他并没有去那个，因为事证太明确了嘛，行政单位、检调单位的这个速度其实也是非常快。也非常快，列表呢也列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是法院的判决书写得很清楚，是不是？他哪一天上传的日期，他有不同的影片，他的获利呢是高达1000万元以上了。是，这边给委员补充一下，就是他到底获利多少？当时小玉是在2020年的7月那开始制作这些的色情影片，一开始大家也不知道是谁做的，然后出现很多台湾名人被用 deepfake 来换脸那影片一开始叫做30秒的短片，用30秒的短片就刚才委员说台湾网红挖面的这个推特账号来处理那后来呢更名叫台湾网红影片合成又开发了一个新的叫做盗脸骇客的频道付费的，而且最扯的事情呢，还有亚洲 only 换脸群，总共招募了8000个会员超过而且呢不法获利至少1100万新台币哇，这简直这是井喷式赚钱2020年7月才开始搞，到了2021年10月。而且他正式开始赚钱可能不到一年，他赚了1100。我给你实际上面法院的数字，法院的数字是他犯罪所得1208万4766元，厉害吧？所以比豹仔1100万还再多了100多万。他的这个助理呢，他的犯罪所得是130万元，连他助理也赚了130万，哇，真的是厉害，可怕。这个大家都想说。100万网红了，赚那么多钱了，怎么还会想要去赚这种钱？他一年赚1000万，难怪1000多万，难怪他1300万，难怪他赚得下去。对啊，然后他们2个都是共同正犯嘛，因为他还透过他助理，透过这个软体的东西去做这个换脸的，就是说他用这个软体的程式去把那个脸这个换过来。他的这个刑度里面，就是判到5年判满，就法官怎么讲？因为你看所以这个平安讲，我觉得这个法官也可能因为牵涉到知名人物太多了所以他的这个判决的他都写得非常清楚你看他从这个《同样判决书》第11页开始，从他的第一个案子哪一个片子上传的时间，然后总上传的片数是他有多少片。关于这个8片的部分，他是处多久？对，其实7个月啦然后这个他的助理呢处5个月，这是原来就是加总起来之后呢，他判了这个5年。你看这个人 A1 被弄了8片，对，total 呢是119个被害人，片数其实不止119片因为他有些还有6片、7片、8片所以不是119片，其实是远超过119个被害人。OK， 那是怎么算出来的？5年这个刑期，还是因为法官就觉得说这个全部加起来？加起来，它是一罪一罚吗？不是，它是一个行为涉及多个犯罪，因为它是一个持续行为，对，所以这整个行为是被视为一次犯罪。我们法律上面的名词来想象竞合犯，它除了违反个资法的规定之外，因为个资法里面有规定你对于别人的资料，面部也好或者他的声音也好，这些都是个资嘛，对，都是属于个资。
你可不可以去收集这些的别人的个资呢？对于个资法的规定，它里面有提到说，非公务机关对于个人资料的利用，除了第6条第1项规定，什么叫第6条第1项？就是敏感个资啦，就是你的医疗啊什么东西之外，他说你要在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内，除非有这些的例外情况，什么法律明文规定你可以，那你就没有违法。那你或者你是为了真正公共利益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小玉的事情有真正公共利益吗？应该没有啦。增加了8000个人的公众利益，损害了更多人的公众利益。然后为了免除当事人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上的危险，有吗？没有，也没有啦，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为了防止这个他人权利受重大危害，也没有。说或者是公务机关呢，他要为了公共利益统计、学术研究有必要的话，资料处理过对收集的揭露的方法没有办法辨识特定人，这个也不符合嘛。上面就是看到名人的这个脸像或什么东西的，然后或者经当事人同意，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有利于当事人的权益吗？应该没有嘛。所以这些都不符合的话，你看哈，他接下来意图会自己或第三人不法的利益或者损害别人的利益的话，那违反这个是20条的情形的话，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100万元罚金算什么？他都已经赚了1300万了，他的助手都能赚100万，100多万了。所以小玉这一次被判5年哦。应该就罪行来说是完全是罪有应得，他会被判到最重。就委员的法律见解是不是还是因为牵涉到社会气氛氛围？很多的案件，平常讲，虽然理论上面来讲不应该，但是对，但是毕竟法官还是人嘛，他有没有他自己，他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压力，或者是他有没有感受到，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应该要严惩？其实社会大众在我们以前在讲说这个被害人保护的时候，一个默默无闻的，有些的被不管是性侵也好，然后或者是这个影像外露也好，理论上来讲，我们都讲说人人平等，但在现实生活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人人平等？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行政单位或者法律人，我觉得我们自己都应该要深自反省改进了因为毕竟在理论上面来讲说，这个法律。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嘛，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司法的确能够成为正义的最后一道，不要因人而异啦，因为宪法讲平等权，平等权。好了，这最后是我个人见解哈，因为我们前面才刚讲过炎亚纶嘛，对照炎亚纶与这个小玉的这个待遇跟结局还有下场啊，再证明一件事情啊，这个千万要小心，社会是权贵当道。太明显了，你知道吗？就炎亚纶那个罪本刑不轻啊，虽然是用旧法，但本刑不轻啊。那小玉这个本刑其实相对是轻的但是结果却很重啊，判好判满，这也是我们讨论，我们发现做了20几集了吧，第一次遇到说要判好判满的哇，这真的是不可思议20几集以来看到最惨的这个被判决者。当然我再说一次，罪有应得，但是就像委员所说的，如果法律在很明显的地方变成因为权贵而出重拳打击，因为它本身跟权贵有关系，所以呢被轻轻带过。我想这个法律也很难让人信服了那我想这也是我们民法典呢，除了跟大家教法律知识之外呢，我们要了解法律在判决的时候是有很多猫腻的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民法典就聊到这里了。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委员的部分呢是在李桂敏真心话的频道，然后呢是礼拜2的晚上8点会来上架，隔天呢礼拜3的中午12点呢会在历史哥的频道上架，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追踪起来哟。那最后呢一定要留下你宝贵的意见，我们都会参考来制定方向看看大家什么想聊、想知道的。那我们就期待民法典下一期再相见啦，谢谢委员，谢谢历史哥，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观众朋友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记得追踪每周都会更新一集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